薛家人丁单薄，宣侯又没有什么才干，岳氏却如日中天，朝臣竞相攀附。为了平衡宣岳两家势力，文帝下旨安排宣岳两家联姻。五公主被指给了小岳侯的儿子。岳家驸马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，文不成武不就，成天里花街柳巷的乱窜，名声并不好听。五公主听说后愤愤不满，三番五次地拒绝结婚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在府中圈养俊俏郎君，夜夜笙歌，荒唐程度比之岳家驸马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皇后尚有劝解，五公主便敷衍应了，远远逃去公主府逍遥快活。只有需要皇后撑腰时，她才会孝顺膝前，乖乖地叫一声母后。皇后寿辰将至，五公主为求皇后替她遮掩引丁逃税一事，邀上10几个素日围在她身边的官宦女儿，请行家编排了一出舞蹈，准备在寿宴上表演。皇后大喜，吩咐程少商让他安排这群女娘住在岳飞的龙园里。程少商从岳飞处出来，途经湖边时，被五公主带进宫的女娘们假作不当心推下了池塘。他们站在岸上，对着池中的程少商笑得花枝招展，还拖住跟着程少商的2名宫婢，不许他们相救。过了会儿，岸上的人见程少商站定自若，恼羞成怒下，竟打算向程少商掷石子取乐。程少商见状，赶紧游上了岸。原著里，推人落水再趁机奚落，是五公主和她的同党们常玩的把戏，五皇子就深受其害。但程少商落水却不是五公主指使的，而是那些女娘谄媚讨好五公主的自发行为。程少商湿淋淋地回到长秋宫，想到第2天便是皇后寿辰，不予声张。谁知他头发还没擦干，五公主就带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地杀进宫里，趁凌不疑摸进外厅，侮辱了其中的一个女娘。女娘的话破绽百出，程少商3言2语就给凌不疑洗脱了罪责。凌不疑也派人查出与女娘私会的是五皇子。五公主一看情形不妙，立刻称自己耳根子软，被贪图凌不疑权势的女娘蒙蔽了，请皇后见谅。皇后满心失望，转过身去，语气冷淡：“你就是这样来给我贺寿的？”随后吩咐人把狡言诬陷的女娘送去岳飞那里看管，便疲惫地回了自己的寝宫。饭后午憩，乾安王府的王纯带着王陵进宫贺寿，五公主在一旁作陪。王陵自打被程少商告御状后，这还是第1次走出家门。数月前，王陵在楼阳婚宴上曾诋毁程少商，说他狐媚勾引凌不疑。皇上知道后，勒令王陵闭门思过，同时要求王纯尽快将女儿外嫁，省得他留在都城里胡言乱语，惹是生非。王陵在锦衣玉食惯了，看哪儿都是乡野蛮荒之地，他不愿意外嫁，却又不敢再次欺辱程少商，便想了一招借刀杀人之计。王陵听到五公主张嘴向王纯要2马，便看着程少商说：“其实我阿父这回得来的骏马是次一等的，最好的是岳乾陵大人得的那匹。当时五公主向他讨要，他没答应，可转头就亲自挑出了2匹给你。”此言一出，五公主不出所料地猝然直起身子，满目醋毒地看向程少商。五公主恨的不是凌不疑给了程少商6匹马，而是凭什么区区一个武将之女，身量不足，门第不显，可以嫁给全都城女娘梦寐以求的凌不疑，而她作为天之娇女，却要受权势摆弄，嫁给性情捐急的岳家驸马。嫉妒的火焰在五公主的心中越烧越旺，最终焚烧了她本就不多的理智。皇后寿宴结束次日，薄夕未明，程少商披上御寒的狐裘，摸到龙园，几条绳索，2根门栓，一排弓筒，一个奇臭无比的陷阱设置完毕。原著里是这样介绍程少商的计划的：少商这个机关设计得很巧妙，若只将筒放在门梁上，便只能撒1、2人。是以他将数个筒设在青藤的回廊上，回廊一端内是那几个小女娘的住所，一端是一扇柴扉小门，他用门栓将柴扉小门顶住，最先到达的女娘推开门不开，就吆喝其他女孩过来帮忙，直到几个女孩都过来一起使力推门，才将柴扉推开。而此时出动机关，筒从天而降，如洒甘霖。果不其然，五公主气势汹汹地闯入长秋宫，让正要把程少商送进廷尉府问罪。随后岳飞也带人赶到，说之前那个污蔑凌不疑的女娘已经被人杀死在了龙园，而她的头上戴着程少商的金鸡。
五公主自认为算卜已测，谁知五皇子给陈少商作证，称自己不小心落水，是陈少商将他救起。同一时间，陈少商不可能去龙源杀人。岳飞见事情查清，要笑不笑地看着陈少商和凌不疑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手，转头就走了。待人都走干净了，凌不疑带着几分讥讽的怜悯口吻，轻声细语地说：“殿下还不明白吗？这件事要紧的事，从不是如何洗脱少商的罪名，而是如何处置真正的祸首。”五公主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皇后，她没有想到自己宠溺了一辈子的亲生骨肉，却在她生日当晨杀人构陷，并且毫无悔意。对五公主彻底失望了的皇后，终于下定决心，派人告知文帝，说公主忤逆，请陛下派人查处。文帝下令将五公主禁忌在府中，她辛苦筹谋的田地庄园以及钱财皆被罚没库中。至于那些昔日颇得五公主宠幸儿的俊俏儿郎，被文帝下令全部处死，一个不留。文帝发出话来，五公主想要出府就赶紧嫁人。五公主和岳家驸马成日当天，十里红妆，华盖满城。可是这段婚姻风风光光的背后，却是满目疮痍。五公主与岳家驸马，一个骄奢淫逸，一个跋扈凶残。婚后，他俩三天两头的吵架斗殴，可谓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五公主身为天家贵女，享尽荣华富贵的同时，自然也需要承担作为公主的职责。她与岳家驸马的婚姻虽不如意，但毕竟不是和亲。婚后，她要愿意，大可与驸马分府别居，继续过自由自在的日子。可是骄妒歹毒的性格，却让五公主在听到凌不疑送陈少商礼物时，对陈少商恨之入骨。之后，她更是不惜在皇后生辰当天行凶栽赃陈少商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五公主的婚姻以悲剧收场，自在意料之中。